孩子有几个月了？4个月。小文今天为什么来？他爸爸不同意是吧？是的，我当初我带着我家人，我想把事情说好，但是还差点打架了。你是什么意见啊？你愿意嫁到他们家去吗？愿意啊。但是他婶和他姑坚决的反对。把这个仪式都做了之后，我去他家了，他婶直接对我爸妈说：“今天给我钱拿来，非得要拿钱，不拿钱就不让他走。”你们俩怎么认识的，小伙子？我俩就是偶尔打一个电话打错认识的。他那个电话号码和我妈那个电话号码1个数字之差。哦，你就打到他那儿了。啊。然后你们俩就说上话了。啊。你就说妈，他说你说。我一直都是你听不出来他是个男人啊？我其实也没听清楚他喊的妈，我不知道他喊的啥，我就一直到底。啊，你也挺能装糊涂的。你先等一下啊，我们给你做一下吧。你这4个月了，你说你保护一下哈。后来呢？就是每次打个电话，过了半年吧，我俩才开始交上这个男女朋友。然后我就是有一次喝醉酒了吧，就给他带走了。就好上了，然后呢？我俩等于这农村来说，都已经把这个仪式都做了，但是没拿他爸爸坚决的反对我俩。他的父亲一直在反对吗？是的，在反对，他要招亲。哦，就是弄个上门女婿，我理解的对吗？是，但是他也不愿意在家里待。哦，你们俩的感情好吗？本来是很好，但是你说过一个家庭，必须就是2人信念必须一样。他就是有时候一直向着他爸那边的。其实我俩关系是非常好的，但是你说我爸说话，我总不能不听吧？他把我养这么大，然后他老向着他家人，然后他从来都不想我的感受和我爸的感受。这么大的女儿嫁出去了，也没给我爸说，让我心里头也挺难受的，也挺愧疚的嘛。你们嫁了吗？嫁了。领结婚证了吗？没有。没领。就是你现在说的已经嫁了是什么意思呀？就是你摆过酒席了那个。谁摆酒席了？我们家。请你父母了吗？没有。不是没请，当初给他父亲打电话的时候，他说你如果敢嫁我就死了。那时候她已经怀孕了，我如果不这样做的话，你说到时候最后伤害的只能是我们俩。人家父亲不同意吧？他不同意，你干嘛非要摆酒席嘛？可是怀孕了呀。哦，这是你们的第1个孩子是吧？其实我俩也分过2次手吧。第2次的话，就是因为我当时也是怀孕了，我就想把这个孩子做掉嘛，然后他不让我做，当时因为年龄的问题嘛，然后就不想结婚，然后就硬着去医院去做了，然后他就非常生气，然后就分手了。你为什么说这段特别难受啊？是因为那个孩子的事儿让你很痛苦是吗？还是后悔？因为当时是第1胎嘛，然后他非常珍惜，但是我不要，然后当时闹得非常厉害，就像那一根线快要断掉一样，就是马上就要分开了。但是我给他打电话，他不理我，打好多电话他都不理我。你跟他闹得很厉害。对呀。OK。你父亲什么意思？你告诉我。父亲就是想让我往家里找嘛，然后现在都已经嫁了，然后他就说彩礼的问题，他要彩礼拿多一点。现在还没给彩礼呢。彩礼给了一部分，就是我爸嫌少。你爸要多少啊？我爸的话，他当时说是5万块钱，然后我给他说，他说就说3万块钱就行。3万块钱。给了多少啊？给了我1万5。你的意思就是说，现在让你先生拿1万5给你，你给你爹，是这意思吗？对。现在你就为这1万5跟他闹？不是我跟他闹，我爸给我闹，我不跟他闹，我跟谁闹？我爸他去年刚动过一次大手术，他要人动过手术。我弟现在也都20来快结婚了，家里又刚盖过房子，确实没钱，我都给他爸说了，我说我以后挣钱我会养活，哪怕以后我把你接我家，我能挣多少我反正绝对不会亏待你都行。你能在中间给调和一下吗？比如说我们这钱以后再给，孩子生下来了经济状况好一点。我是说，不让他们家拿钱的话，让他们家钱先拖着的话，那我家人就说我没良心。我反正是在外面好像听见他姑说的吧，他说把孩子做掉，他说现在把孩子做掉，然后他婶说这么大一个女了才值5万，最少拿20万，不拿20万就不让他走。我想听听你什么意见？这孩子你还愿意做掉吗？当然不愿意做了。你姑婶他们说20万，你觉得靠谱吗？
不靠谱。行了吧，你听他的。他那时候也是说气话嘛。啊。他老是让别人理解他的家人，那谁理解我爸呢？全村人都说我没良心。听听老师们有什么样的想法吧。来，真心丘比特问卷。这个孩子要不要？要。是你自己想要还是你父母想要？是我自己想要的。自己想要，想要男孩还是女孩？随便无所谓嘛。以后不会再跟他说分手了吧？我是不会说了。那以前为什么要说分手呢？我看你不像是一个自己能做自己主的人呢。我能做吗？你能做吗？你真能做？能做主。能做主啊？啊，是。好，我再来问女生。女生，如果除去你父亲的意见，我问你自己的意见，你认为彩礼应该给多少钱才能娶到？彩礼啊。彩礼钱的话，我不在乎，但是我爸在乎。如果你父亲执意要这么多钱，而男方又给不出，怎么办？我爸当时他就是说不结。是你坚持要这段感情的，对不对？那你这时候你不做主，你把你爸推出来，我问你，你自己的主是什么？那我是都嫁了吗？就嫁了是吧？啊。再问你一遍，没有钱都嫁是吗？可以。好，我们先为他鼓次掌。当然，我们都知道，在农村呢，他没有彩礼钱的话，他是脸上无光的。所以你应该告诉你的父亲，礼节是如此，我们都应该遵守，相得益彰也就罢了，但是不能过分要求。但你父亲还不知道你怀孕是吧？现在知道了。知道你怀孕了，还不同意你结婚是吗？他就是把户口本压在我们家，不给户口本。那你父亲的意思是说，让你不要和他结婚，然后流产？他没说流产，他就是说在自己家生也可以，在自己家养。但你父亲就是因为差那2万块钱的彩礼钱，是吧15000，实际说15000是吧？宁可让你做一个未婚妈妈。这肚子眼看着一天天大起来，你也瞒不了，对不对？等孩子真的生下来了之后，你什么彩礼钱都拿不到，那有多少先拿着多少算了。来，踏浪，旁观者清。今天来的是谁啊？他爸妈妈。您现在什么意见啊？对这儿媳妇有意见吗？没有。你希望他们俩好是吧？对，我真心的祝福他们2个好。当爹的呢，这儿媳妇好吗？好，真好啊！说真话呀。啊，真好。真的好吗？真的好，还来这儿孝顺你们吗？你在故事里不是说这个儿媳妇懒吗？还是？她虽然有一点那个任性，可是我们做家长的，我们都可以包容，可以理解。虽然是我们的媳妇，可是到家里我们像她带她像闺女一样的疼，因为她妈妈整天在外面打工，爸爸一个人在家，有时候也挺不容易的。从他们认识到现在，我都一直把他们当做自己的亲闺女。无论他们什么时候到家，我都给他们做饭，从来不让他们，他跟我刷1个碗，做家务从来不让他们干。这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吧，我给他说在前面，我说我这个儿子不可以到你们家里去做上门女婿，已经有话在先了。开始的时候，他的母亲也答应了，到后来这闹的又是有了个误会了，他的爸爸不同意，非让他留在家里，一直到孩子快结婚的那段时间，我们带了很多礼物，我和孩子的爸爸、孩子，还有这个姑娘都跟着回去了。他们没答应，碰了一鼻子灰回来。到现在我们心里面还接着一个疙瘩，就是想通过这个媒体，通过这个电视，把这个问题给解决好。听听姑娘父亲的这个采访再说吧。来，我也都那些这样女娃拖，只要那些个这没也他人，那你爸都不你妈也不没也理，还其实蛮这也你，人为你不是人家都家产出来。你这去跟人家家都能行个，你这有的学嘛，你没也的学，你2个孩子，你没也的年吧，也没也的理，这我都没法学，这我闹的。我这就是这些女，就是我就是不情愿的，就是不情愿在这些，他就够不着哎，够不着。哦，这些女就像别的意思，现在够不着哎，也家的皮小，这淑女她跟人家就不想照顾亲，皮小不想照顾亲，外女家是人家是茅车3段，家娃家。是这就想叫个给都丢啊，人家就不想照顾亲。父亲的意思是让你招，对吧？对。哪想到你这么没出息，就非要嫁，对吧？对。那现在你自己能很坚定的给一个信念出来吗？说我就要做这家的媳妇儿。能做得了主，但是我家人说话，我真的是没办法不往心里面去。你有没有想过，你现在这种态度，有可能他真的说这么难缠，我不结这个婚了，我不负责任，我跑了，你怎么办？是我有这种想法。你有？你说他家人这样弄，你说我以后该怎么过？其实涂磊老师刚才问到点子上了，
就没你爹的祝福，你嫁不嫁他吧？都已经既成事实了，都由不得你和你爸了。如果继续这样坚持下去，只能是孩子的悲哀。可怜的这个孩子，你两个不懂事儿的大人。我理解这个女孩子，你是想她为了家里争脸想嫁给他，但是你还想给你爸争彩礼。如果现在拿不出来，咱们顾眼前，咱把事儿办了之后，好给父亲打个欠条。对，等我们日子好过了，不但给你彩礼，还给你养老送终呢。但是他不要欠条，但是我爸不行他就要现金。